各位，最近台湾岛内的这个形势变化的话，很多的大陆网友认为啊，解决台湾问题这个不能再拖了，可能就很近了。连金灿荣教授刚刚写了一篇文章，他也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号异常强烈，就是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次行动最近呢，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就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非法进行划界谈判一事，中国的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调查。有媒体分析称，此次行动意味着台湾岛以东海域正加速纳入我们的近海治理体系，相关的治理模式已经覆盖自然资源领域，我们正系统性的在该海域行使各项的合法权利。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觊觎我国台岛以东的海域呢？长期以来，美国将台湾岛视为第一岛链的中心，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但随着大陆实力的增长和解决台湾问题决心的增强，台湾的统一进程已经启动了。一旦开启，最终回归祖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如果台湾最终克服重重障碍实现统一，第一岛链不就彻底打破了吗？现在日菲搞这些小动作，其实是在未来做铺垫。他们试图通过划界把台湾东部的海域划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这样一来，即使台湾未来回归祖国，其东部的海岸法理上仍可能受到日菲的牵制。也就是说，虽然物理上的第一岛链会消失，但是法理上的第一岛链依然存在。这最终虽然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但其实是他们为台湾回归后继续插手此事埋下的治理伏笔。所以我们必须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应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随着实力的态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的。防范台独，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是新中国一贯的目标，但这一能力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许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长期以来解放军的海空军舰机和商船无法在台湾海峡通行，只能绕行台湾的东部，经过菲律宾海域。直到本世纪，大陆的优势才逐渐显现。目前我们对台湾海峡的管辖能力已经非常强了，将近海治理模式延伸到台湾以东，对推动两岸的统一具有积极的作用。客观上讲，我们的执法力量延伸到台湾以东，在态势上形成了对台湾岛的合围，可以说是将计就计，借着日菲挑衅的契机，将我们的近海管辖范围延伸到台湾以东，既反击了日菲的挑衅，也加强了对台湾本岛的管控。过去我们的近海执法主要是集中在台湾海峡以及金门、马祖周边，台湾东部海域交由台湾当局执行，但在其放弃责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这次大陆在台湾以东采取的强硬措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细想一下，其实也很正常。近一两年，大陆的战略指导思想已有所调整，从小平同志时期的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某种意义上讲，去年我们对美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对周边国家的策略也随之改变。我们不再一味的低调忍让，而是有理有据的对不合理的行为进行反制，并在关税、产业、科技、军事等领域对美方进行了成功的反制。这个思路延续下来，正是对外战略思路发生转变的背景下，面对日菲的挑衅，我们的反应肯定与过去不同，必然会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日菲绕开中国，在中国东部台湾海域擅自进行划界谈判，这是极其无理且毫无国际法依据的行为。我们采取强硬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毫无疑问，将台湾东部海岸纳入我国的近海执法范围，台湾当局和日菲对此肯定不满，但从行动能力上看，他们所做的动作十分有限。他们能做什么动作呀？台湾的专家说做不了啥动作台湾赶不走中国的海警，赶了也是白赶。叫中国向阳红22，这里是中海巡署兰屿线广播。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违反国际法规定，影响我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你方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发展。
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Listen up, Xiangyang Hong 22. This is Taiwan's waters. This is not your waters. You don't belong here.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招所谓的科研船叫做同济号，它就来所谓的做科学调查。那这次的比较特别的是，它沿着我们的限制水域的边界，从南往北走，绕了台湾一圈。然后它在途中不断的放科学仪器下去探测，但是我们的海巡就紧跟阻止它，说他们未经许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经济水域做这科学探测的工作。但是特殊的情形，他赶不走，他就不走，那他就一直的在这样延续，而且来了一次还不过来第二次。那赶不走，那你们动武啊，动武，开炮打，是吗？好吧，其实呢，中国很多网友说呀，我觉着今年就应该把台湾问题解决了，种种迹象都在昭示着武统就在眼前了。信号越来越清楚了，今年收复台湾的可能性很大。近期海峡沿岸的氛围，普通民众体悟最深的莫过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这种紧绷的状态并非仅仅停留在宣传口号层面，而是体现在空中战鹰轰鸣频率的提升，海上舰艇编队密度的增加，乃至市井巷议中无法回避的热议话题。抛开虚妄的猜测，我们不妨深入剖析一下当前台海局势的实际运作逻辑。回顾6月中旬的那个特定日期，两岸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强力对峙，空中力量单次集结规模达到了近80架次，配合多艘水面舰艇同步向岛屿周边逼近，整个过程完全按照实战标准进行巡航。曾经被某些势力视作禁区的所谓中间界限，如今已彻底失去实际约束效力，被实际行动反复跨越。就在台北某些奢华酒店的内厅，半导体行业的客户与顶尖工程师或许正在举杯庆祝，探讨着下一代制程工艺的商业前景。然而仅仅相隔不远的空域却是数十架战机呼啸而过，战舰列阵巡航，雷达与通讯系统处于全线戒备状态。和平的商业洽谈与紧张的军事对峙，科技繁荣与军备竞赛竟在同一个夜晚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近80架次的空中出动意味着什么？这几乎相当于某些中等规模国家空军全部家当的一次性投入。倘若将此视为孤立事件，便低估了背后的战略趋势。回溯5年前，绕岛飞行一年仅有数百架次，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700以上。2026年尚未结束，累计次数已突破400。台方面公开的数据更具说服力，从2020年的380架次逐年攀升至2024年的5000余架次，5年间增长了15倍之多。这并非偶然的突击行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常态化操作。机型的搭配组合中暗藏玄机，预警指挥平台如同高空鹰眼，掌控全局，重型与中型战斗机争夺制空优势，大型加油机则延伸了作战半径。尤为关键的是特定型号的高空侦察无人机。台方面此次主动披露其 F-26 战机雷达曾锁定该无人机并拍摄图像，然而该机并非为了投弹轰炸，而是专门执行电子特征摸排任务。台防务部门每一次开启雷达照射，无异于主动上交了自身的参数数据。如今的巡航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展示武力，而是收集数据建立档案，飞行越频繁，定位越精准。除了空中态势，海上的动作更为显著。5月28日，日本与菲律宾公开宣称计划与台方面启动岛屿以东海域的划界对话，此举性质极为严重。作为域外国家，试图将中国力量挤出台湾岛以东海域，中方并未高声喧哗，而是接连实施反击。6月1日，中国海警某舰编队首次在该海域直接开展执法巡查，请注意，这不是演习，而是实质性的执法行为。紧接着6月6日，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多地海事局在东部海域启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短短5天内航行里程超1000海里，查验船只近200艘。从海警到海事，从巡查到扫测，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络正在铺设。
过去外媒常称台东为安全后院或干预通道，如今这片水域正被密集织网从法理依据到实际行动逐步将灰色地带变得透明化。大陆主管部门也未停歇。6月17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言辞直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当局想要维持的不过是他们臆想中的分裂现状，大肆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这帮人就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对于日非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官方明确表态，完全非法无效。还有一个信号值得琢磨，台媒近日报道，今年以来台湾军情局第一次有美军进驻，推测是合作监听大陆。国台办回应得很干脆，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谈及防务开支，2026年台当局编列的预算接近9500亿元新台币，相较2016年初期增长了约3倍。岛内舆论自身也在批评，这是将本该改善民生的资金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官方回应更为严厉，保护费换不来安全，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带向灾难深渊。回到核心议题，今年实现统一的可能性究竟如何？说实话，这不能靠猜测，需观察棋盘上的落子。军事层面，解放军在周边的实战化部署已转向常态化，平均每月派出超过20艘舰艇和60架战机。夜间演练也成了常态，全时域作战能力在实打实的提升。演习公告与启动之间的时间窗口不断缩小，说明快速部署至战备状态的能力在增强。部分演练地点距离台岛海岸线不到9公里。什么叫堵在门口？这就叫堵在门口。法理层面，海警加海事2套独立执法体系正在把管辖权盯在法理与事实层面。政治上，官方反复强调，越早实现统一，越有利于台湾发展。台海这盘棋走的是步步为营的路子。用专家的话说，这叫毁困阻一体设计。台湾岛以东和以西一体设计。解放军已经具备对全岛全方位无死角打击能力。外部势力每推进一步非法安排，大陆执法力量就向前一步塑造现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其实中国的很多的专家智囊都在建议中国政府必须抓住时机，在川普执政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川普是个商人出身，他没有政治智慧，一切以短期利益优先。川普看世界就像一个公司的老板在看财务报表，哪项业务赚钱，哪项业务亏本，一目了然。台湾一向被一些美国的政客长期拿来当筹码，那么川普那不就更直接了吗？这个筹码让川普能卖个好价钱。现在呢，川普心里也明白，这个筹码再不卖的话，那就砸到手里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底牌来跟中国上桌了，明白这一点吗？所以趁着那个机会赶快解决吧，不能再拖了呀。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